说起恐怖电影，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泰国。泰国极度崇尚宗教文化，人们不仅祭祀宗典正神，还会参拜邪神和恶鬼。这片神秘而恐怖的土壤孕育出了最惊悚的泰式恐怖片，随便拿一个出来都能吓得观众3天不敢上厕所。今天我们要解说的就是泰国著名恐怖电影《鬼乱舞》。5个恐怖小故事，5个导演，每一个都精彩非常。大家看完视频后，说说哪个是你最喜欢的。故事1：小和尚。男孩阿佩极不情愿地剃度出家，对一旁观礼父母投以愤恨的眼神。他怪母亲不要他，也恨这个坏继父从中挑拨，害自己成了和尚。这几天他一直保持沉默，以示抗议，偶尔会点开手机屏幕，怀念自己的生父。在母亲向他告别准备离开时，阿佩忍不住开口骂了母亲一句：这大逆不道的话是父亲教他的。他还学着父亲的口气指责母亲背夫偷汉，说母亲只爱男人，一点也不爱亲儿子。母亲冲上前扇了阿佩一耳光，他并没有怪阿佩辱骂他，只是不许他质疑母爱。母亲温柔地抚摸着阿佩的脸颊，希望他能乖乖待在这避风头。和他一起闯祸的阿迪也已经跑路了，现在警方正在到处搜捕。听到这件事，阿佩一言不发，而母亲则再三向他保证一定会尽快回来。当天下午，和尚们带着阿佩进了山，在巨大的山洞中央立着一根长柱。大师告诉阿佩，那是棕榈树树干做的祭台，是村民们用来祭祀恶鬼的。恶鬼原本是人类，灵魂被邪神诅咒之后，变成了1年只能进食1次的鬼球。祭祀活动刚刚结束，阿佩来晚了1步，正好错过了。大师问他听了这些怕不怕，阿佩则一脸不屑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大师提醒阿佩，明晚将乌云蔽月，恶鬼会来此取食，千万不要到处走动。泰国和尚的戒律是过午不食。到傍晚时，阿佩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。他悄悄进了山，在路边的祭品篮子里翻找着，找到了一包美味的方便面。可刚煮好了面，大和尚就出现了。他规劝阿佩遵守戒律，过午不食，而且这食物是恶鬼的祭品，绝对不能碰。说罢，准备接过碗。叛逆的阿佩和大和尚僵持不下，开水烫得他龇牙咧嘴，忙叫大和尚撒手。可和尚说：“我早就放手了。”阿佩愣住了，也慢慢放开手。那只碗就这样留在原地，飘在半空中。碗落地之时，大和尚正气定神闲地离开，像是见怪不怪了。阿佩并没有死心，他来到了祭台前，准备祭一祭自己的五脏庙。可空荡荡的山洞竟然响起了一阵念经声。他举着油灯四处寻找着声音的源头，念经声突然停住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尖利的怪响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正缓缓向祭台靠近。突然，一个巨大的鬼影出现在祭台边上。夏夜冷风凉爽，阿佩却满头大汗。他移动着细碎的脚步，准备悄悄离开。可一声巨响，祭台坍塌在他面前，他拔腿就跑，一路逃进树林里。才刚喘了一口气，窸窸窣窣的声音传进了耳朵里，恶鬼跟来了。阿佩冲进房间，颤抖着身体紧紧抱住自己。窗户一扇接着一扇打开，恶鬼正绕着屋子游荡。阿佩被折磨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他发现自己右手上多了几个小小的伤口。和尚们带着阿佩来到祭台前，他们眉头紧锁，一遍一遍地说着：祭台倒地，恶鬼新生，一个灵魂将会被邪神诅咒。阿佩装作没事发生，跟着和尚们打水干活。可那群和尚对着他指指点点，让他十分不爽。他干脆砸了钵盂，心想着要让这群秃驴渴死。可他突然看见那反扣在地的钵盂正一下一下地蠕动着。他拿了根木棍将其掀开，看见一只毒蛇正在捕杀蟾蜍。被咬死的蟾蜍突然朝阿佩猛冲过来，在阿佩身上钻来钻去。他将衣服解了，胡乱踩上去，将那蟾蜍踩得血肉模糊。阿佩再也无法忍受这些怪事，他换回了自己的衣服，准备离开这里。大师劝阿佩再待一晚，他说他答应过阿佩的继父会拯救阿佩的灵魂。一听到继父，阿佩火冒三丈，一把将大师推倒在地。很快，阿佩便在浓密的树林里迷路了。天色已暗，大和尚将阿佩带到禅洞里。
他告诉阿佩，戒律是一种约束，遵守戒律是为了让人不再犯错，但既然已经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，就要学会忏悔。心魔会变成幻觉，摧毁人的意志。要记住，不管看见什么都是幻觉，直面恐惧才能战胜恐惧。他将一本经书交给阿佩，要他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禅洞。阿佩低头查看，看见封皮上写着经文及性命，保护你的性命。阿佩再抬头，看见大和尚已经走远了。研读经文的过程中，往事浮现在阿佩面前。那天他和好友阿迪像往常一样骑车找刺激，阿迪负责驾驶摩托，阿佩则负责朝迎面而来的车子丢石头。这次车祸异常惨烈，阿佩觉得车子眼熟，走上前一看，才发现死的是父亲，他亲手杀死了父亲。痛苦的回忆淹没了阿佩的思绪，他的悔恨转变为恐惧，而父亲冷冰冰的尸身化为恶鬼。洞内蜡烛熄灭了，鬼叫声就在周围响起，好像有无数鬼怪在身边。面对恐惧，阿佩已经习惯逃避。他换上衣服离开禅洞时，还顺便踩断了白线。白线断意味着禅洞的守护结界已经被破坏。大师知道阿佩难逃此劫，只能叹一句因果报应。此时此刻，阿佩已经跑进树林深处，树丛中似有异动，他怀疑有人躲在里面，或许是那个神出鬼没的大和尚。他拾起石头狠狠地砸过去，听声音，阿佩判断他砸中了人。他还想再砸，却被对方砸中了脸，石块一下又一下地砸在他脸上，将他砸得面目全非。他捡起手机，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他向母亲道歉，求母亲来救他。可是电话那头，母亲只听见阵杂乱的噪音。他以为是线路错乱，挂断了电话。阿佩呜咽着朝父亲认错，可这句道歉为时已晚。他觉得身体像是被撕裂开一样痛，皮肤不断划过高处的树叶。在乌云蔽夜的夜晚，阿佩变成了新生的恶鬼。故事2：病房。因车祸而住院的艾达伤势不重，只需简单休养，明天就能出院。小护士表示已经通知他的家人，想必明天就会来接他。隔壁床住着一个将死的老人，小护士为他打针时，艾达看见他的手就像树皮一样，针都戳不进那苍老硬化的皮肤，最后连针都断掉了。小护士甜美地问候艾达的病情，还说有任何需要都愿意效劳。想入非非的艾达笑着答应了。不久后，老人的亲属一窝蜂涌进病房。透过他们的谈话，艾达猜测老人可能是某个教会的头目，是个有钱有权的大人物。可惜现在脑死亡，只能靠着一台呼吸机勉强维持生命。在教徒们齐念经文为他祝祷时，阿鹏忍不住看一眼，只一眼便被人家发现了，对方狠狠地关上帘子。凌晨时分，艾达被一阵噪音吵醒，原来是电视机没关。可关了电视机后，还有稀稀疏疏的声音，像是帘子后发出来的。艾达悄悄撩起帘子，一盆食物映入眼帘，一双手端走食物，将艾达吓得够呛。奇怪了，那老人不是没了知觉一动不动吗？艾达怀疑自己看错了，准备再看一眼时，一声巨响打断了他。原来是废弃的病床护栏松了，艾达松了一口气，帘子再次被掀起。艾达仔细观察了一番，发现并没有任何异样。他正准备躺下，突然感觉背后凉飕飕的，猛地一回头，却什么也没有。看来都是自己吓自己。他正自嘲，却被那树皮一样的手掐住了脖子。他猛按护士铃，几乎就要窒息时，护士长进来了。他紧紧抓住对方的手，逐渐镇定下来。他提出换房，可很不巧，护士长说所有房间都满了。护士长走，艾达一直默念圣经，期盼快一点天亮。可他的声音突然变成了二重唱，是那老人正在和他一起念。那只手冲他伸过来了，艾达一个鲤鱼打挺翻下床，他顾不上受伤的双腿，拼命朝门外爬去。一群医生护士闻声而来，他们不顾艾达的求救，给他打了一针强效镇定剂。迷迷糊糊的醒来时，艾达觉得胸口闷闷的，慢慢又闭上了眼睛。原来是那老人正站在他身上，那老人踮起脚尖，直接站在艾达的气管上。当艾达看见他的大脸再次被掐住了脖子，他拼命反抗，却怎么也挣脱不了。艾达再次醒来时，天已经大亮了，
隔壁床的老人心跳停止，教徒们签好了死亡同意书。小护士娇俏地来到艾达身边，正要帮他拔针头时，竟然被臭骂了一顿。护士长示意他离开，扑通一声跪倒在艾达面前。医院的走廊外已跪满了信徒。原来老人并没有死，他的灵魂已经住进了艾达身体里，而跟着老人那具枯老的身体一起死去的灵魂，其实是倒霉的艾达。故事3：背包客。一对日本小情侣穷游泰国，在高速路上拦住了一辆顺风车，司机叫副驾驶上的小伙让开，他前一秒还不情不愿，可触摸到妹子柔软的身体后，却默默脸红。这顺风车可不是白搭的，司机狮子大开口，朝妹子的男友秋田要了2张大钞。半路上，司机接了个电话，不停地对着电话大吼大叫。小情侣虽听不懂泰语，却能感觉到此人并非善茬。在那之后，电话一个接着一个的打来，可司机直接选择无视，再也没有接过。集装箱里传来噼里啪啦的响声，秋田质问司机箱子里面有什么，但人家并不搭理他，只是猛踩油门。秋田一直用蹩脚的英文大声抗议，司机还是一言不发，逐渐将车子驶离高速公路。突然车停了，司机掏出后视镜里的手枪，直接怼在秋田脸上，怼得他没了脾气。小伙跟着司机来到集装箱前，车门一开，两人都惊呆了。不久前还活生生的一车人，现在全部双眼翻白，成了尸体。他们准备就地抛尸，将尸体摆了一地，但这还没完，必须将尸体里值钱的宝贝取出来。小伙忍住恶心，把手伸进了尸体胃里，可那些用塑料袋包着的白色粉末已经被胃液溶掉了，这肯定也是这些人的死因。司机这才知道，小伙竟然蠢到用活人来运宝贝。现在东西全部化在死人胃里，黑帮一定不会放过两人。就在两人争执之间，秋田突然抢过手枪，他正专心致志地盯着两人，没发现身后的尸体已经慢慢地爬了起来，一口咬住了他的大动脉。死而复生，以人肉为食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丧尸。司机一溜烟开着车跑了，小伙贪图美色，陪着妹子看了好一会儿丧尸吃播。他捡起手枪，生拉硬拽地拖走了妹子。两人追着卡车，丧尸追着两人，跑了许久，司机终于良心发现，降低了车速。小伙费力地将妹子推上了车，一记左勾拳解决了一只丧尸，自己也跳上了车。丧尸越跑越快，小伙连忙拉上一边车门，可这妹子只知道坐在原地哭。小伙再三呼唤妹子，两人终于合力关上了车门。车子跑了很久，可丧尸们也永不疲倦，一直追着车子。终于车子没油了，卡车被掀翻之时，小伙昏倒了。司机的惨叫声将小伙吵醒，他点亮了打火机，被翻着白眼的尸体吓了一跳。他终于想起车里还剩几具尸体没搬下去，连忙离开了集装箱。突然一具尸体坐了起来，妹子捂住了嘴，不敢哭出声。他观察了许久，发现那不是丧尸，而是个活生生的小孩。小孩也对妹子一见如故，刚见面就热情地来了个大拥抱。小伙正在瞻仰司机的仪容，见他被吃得支离破碎，小伙不禁红了眼眶。他将手枪留下，希望司机能带上遗物走完黄泉路。看见妹子身边多了小孩，小伙不由得多看了两眼。突然小孩翻了个白眼，小伙吓得一激灵，想起这小孩也吞了宝贝，迟早会变成丧尸。他就近掰了片碎玻璃，准备将小孩就地正法。可语言不通的两人完全无法沟通，妹子一把抄起地上的手枪，毫不犹豫地把枪口对向小伙。大概是日本岛上的生物都养不熟，妹子早已忘了小伙的救命之恩，把他当成歹徒一枪毙了。妹子带着小孩离开了，开了一夜的车，来到一个热闹的小村庄，终于看到活人了。可一转头，小孩已经双眼翻白，浑身的毛细血管都扩张了，他尸变了。妹子举起手枪，可惜那最后一发子弹用在了小伙身上，妹子成了丧尸小孩的早餐。他饱餐一顿之后，目标明确地冲向人群，选了一个和尚，恶魔的产物，生来就怨恨神明的使徒。故事4：营救。美丽的少妇气势汹汹地来到二手车店退车，她说车子出过事故，差点害死了家里的孩子，痛骂了店长珍妮一通，连钱都没退，便丢下车离开了。
夜深了，珍妮准备叫上儿子回家，可她找遍了车库都没有儿子的身影。她调出监控，按下回放按钮，看见儿子正站在自己的车旁，拿着玩具车对着空气说话。仔细一看，车窗里似乎有个人，再往后播放便没了儿子的踪影。珍妮连忙来到车子边找儿子，却听到身后传来哭声。那是个异常肥胖的女人，只顾着哭，一句话也不肯说。她的哭声转变为惨叫，肚子一瞬间裂开，肠子流了一地。珍妮拔腿就跑，慌忙之间摔了一跤，儿子的玩具车从眼前驶过。小孩的哭声在不远处响起，他顺着哭声查找到了一个卡在轮胎里惨叫的小孩。珍妮害怕极了，但她必须得留在这里，毕竟儿子还在这儿。突然，儿子从眼前跑过，珍妮连忙跟上去，被关进了一辆二手车里。烧得像焦炭一样的女人就坐在身旁，珍妮连滚带爬地逃了出来。可原本被翻修得像新车的车子们已变得残破不堪。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，珍妮再也顾不上儿子，她毫不犹豫地冲到车子旁，用最快的速度发动车子。车身响起一阵拍打，这声音让珍妮越发害怕。她一遍一遍地发动车子，猛踩油门，终于车子动了。可刚逃到店外，车子又出了故障。珍妮下车查看，一打开引擎盖，她便崩溃了。儿子小小的身体已经支离破碎。她想起了发动车子前传来的拍打声，那是儿子在呼救，是他只顾着逃命，将儿子亲手杀死了。故事5：最后。这是恐怖片《连体婴》第2部的拍摄现场，大结局倒数第2幕已经拍了几十遍，导演还是不满意。这一遍，女主角把浮夸二字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将做作的表情动作夸张到了最大化，把一部恐怖片活生生地演成了喜剧。导演沉默良久，突然大喊：“干得漂亮！”工作人员面面相觑，原来导演喜欢这样的。由于工作时间过长，扮演女鬼的小配角凯蒂感冒拖成了发烧，最后直接昏倒在片场。进手术室之前，敬业凯蒂还强烈要求要回归剧组。送她来的小白劝她保命要紧，毕竟机会总会有的，命只有一条。没了女鬼，导演决定临时改个大结局，直接把女主角变成鬼。可女主角刚浮夸不到1分钟，凯蒂就回来了。另一边，小白还在医院，他询问胖医生凯蒂的状况，医生叫他节哀顺变，说人已经病死了。小白将凯蒂病逝的消息传回了剧组，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跑光了，只剩下3个场务：胡子、眼镜和大明。通过女主角身上的话筒，他们听到凯蒂的声音。他对女主角说，他的心愿就是拍完这部电影，只要能出现在大荧幕上，他就死而无憾了。据说鬼魂会在完成心愿后离开人世，3人决定拉上蒙在鼓里的女主角，拍完最后一幕戏，实现凯蒂的心愿。可是本该从黑暗中爬出来的凯蒂却迟迟没有动作。眼镜上前查看，突然凯蒂抓住了脚踝，她被吓出了海豚音，翘着兰花指离开了片场，还顺便拔掉了发电机插头。其余2人就着手电筒灯光，要求女主角说一说最后一句台词。走完这个形式之后，2人也溜走了，留下一脸懵逼的女主角愣在片场。3人在半路上捎带上了小白，他们正向小白绘声绘色地描述起凯蒂片场回魂的故事时，突然发现小白的头正慢慢流出鲜血。小白说自己没事，只是回来的路上出了点小意外。可眼镜却不相信他的话，他的车子停在路边，已经被撞成了柿饼，铁打的人都活不了，怎么可能是小意外？看来小白也是鬼魂。坐在前座的眼镜和大明交换眼神，迅速弃车逃跑。2人还算有良心，跑了一个安全距离之后，大声提醒小红说小白已经死了。而后座的小红眼看着小白的血越流越多，已经吓得腿软，根本动弹不了。小白有些无奈，他说自己不是鬼，来的路上的确遇上了小意外，不小心撞破了头，而车子是他在下车之后才被撞毁的。此时此刻，真正的鬼魂凯蒂出现在眼镜和大明的身后，2人选择相信看起来不像鬼的小白，又逃回了车里。好巧不巧，车子没油了，车窗摇到一半也坏掉了。凯蒂猛地攀上半开的车窗，将4人吓得够呛。只见他气若游丝地哀求4人送他去医院，他实在坚持不住了。此时医院护士打来电话，问凯蒂是不是被家人带走了，现在情况如何。
小白反问他，胖医生不是说凯蒂死了吗？难道死而复生了？护士说小白一定是问错了人，胖医生是个双胞胎。其实根本没有鬼，这一晚都是在白忙活。4人来到路中央，直接一字排开堵住了马路。他们准备用堵路的方式拦一辆顺风车，可是对面飞驰而来的车子根本没有要停下的意思。几人被撞之前看清了驾驶员的脸，是被他们折腾了一晚上的女主角。她来不及踩刹车，将这群怕鬼的人、扮鬼的人通通都变成了鬼。5个故事就像5个寓言，导演试图用恐怖故事让观者窥见人生道理，做人要守尊孝道。忤逆不孝的男孩最后变作恶鬼，永生受苦。好奇心害死猫，试图一窥邪教秘辛的青年惨遭夺舍，灵魂坠入地狱。昧着良心敛财的二手车店主，最后失去了他最珍视的儿子。不辨是非的日本妹害人害己，用一颗圣母心助攻丧尸，毁灭地球。至于最后一个故事，更像是一种调侃。也许世上本无鬼，鬼只在人心中。导演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压轴，缓解了前4个故事为观众带来的恐怖感受，也算是贴心之举。